大家好，今天是11月12号，比特币昨天是跌了4%，这个位置它现在是在做二次回踩的确认，就类似我前面2天视频跟大家讲的，你要去对比，比如说20年疫情爆发的时候，比特币也是当天跌了40%，后面有一根这么大的一个涨幅，第二天或者是后面2、3天，它也是在压回确认。那至于这一个压回确认，昨天下影线的低点，它这个位置是有一点支撑啊。这个支撑等下来跟大家讲要怎么来判断，包括等下再跟大家重申为什么这个上影线的位置会是一个压力区。另外，等下视频再来跟大家聊一下月线的 MACD 以及 KD 指标是在非常低的位置，有可能这个位置还是在等时间确认。那另外18000的矩形破底能不能给我翻上去是关键啊，还是在这个18000，以太坊是已经翻上去了。那等下也要跟大家聊一下主力的意图，能这样子破下去，你正常应该是继续跌啊，为什么给我重新翻到这个平台？空翻的一个陷阱啊。那比特币到底能不能跟上？包括美元指数，等下来跟大家讲一下。它的一个重点是60天美元指数的成本都已经跌破了，所以方向未来一段时间还是一样，比特币整理到位，不排除方向就是往上去看啊。入盘之前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，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 BROK， 法用20%，或者新的邮箱注册 OK 跟 Bybit， 可以不用认证啊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其实昨天下影线的低点，我们可以看一下4个小时是很明显啊。昨天画的一个4平分面的 N 型，一般正常的正 N 型出来之后，它这种 N 型回撤的这个低点位置是具有一定的支撑，所以压回确认，你要再找买点，也可以利用这种位置看可不可以做一点短线啊。当然，现在短线也是非常的难做，因为就是周末也没量，又开始缩量，而且昨天这一根是感觉有一点量能，你出来下跌的话，你到底要不要破下去，也是担心会不会再往下回踩，或者是甚至去踩前面15000的一个低点，这个就要参考，比如说像这种平台整理完，你再往下去破位正常情况不应该出这种抵抗的 K 线，我们也可以参考一下，比如说18年当时的一个位置，就是18年11月份。当时这边整理到位以后，这整个大平台破位完一根下跌，重心一般都是不断的下移，很少出现类似这么强的一根抵抗的 K 线。像这一根也是，我们可以拉近一点来看，像这一根也是很小的抵抗，这种跌势出来以后，它整理也是很弱的一个抵抗，或者是这个位置倒是有很强的一根抵抗。所以现在的这个位置，就是说，如果是类似这种崩盘以后，它往下去涨，你也要去留意一下。我担心的一点就是有没有可能再破这种低点，因为它2次回踩确认，也不确定就是说低点到底会在哪个位置。如果是类似这一根 K 线的话，也有可能还会有2次回踩的低点，甚至还有更低点。那还有几个位置我们可以去参考，就是昨天包括前天一直在跟大家讲的，我们尽量去参考疫情当时的一个恐慌下杀，因为单根如果跌个40%或者25%的话，第二天能出这么强的一根多方抵抗，而且前面的一根多方抵抗是比疫情当时爆发更强啊，因为它是直接把一半都给插入进去啊，所以如果是参考这一根的话，我们可以再观察一下，它也有2次回踩的一个位置，就是这一个低点，再一次2次回踩，它是没有破这一根下跌放大量的一个低点啊，后面是最终又上去，所以这2天也是很关键，因为上方目前为什么2次回踩，主要是你如果把均线给它加上去，你可以去观察，就是上面当时疫情爆发的时候，它2次回踩也是因为上面有5MA 压制，还有10MA 压制，20MA 压制。那现在的位置我们可以参考一下，也是这样子，就是因为如果要直接干上去，上面一个是18400美金，它当时在这个位置有一个中段整理区，1个小时里面啊，压力是在这个位置，所以包括日线的话，5MA 也是压在这边，5天的成本是还套在这个上面，包括10天、20天还套在这个上面，它有可能2次回踩确认，然后看会不会再去挑战。那至于短期的一个区间，其实观点就是这样子嘛，你如果去观察的话，尽量看1个小时的，就是这一个中档整理区哦，我们可以把这个压力线给它先关掉，就这个位置
短期是有一个中段整理区，1个小时里面的压力区，它的成交密集区大约是在18400附近。你不然就观察，如果这个位置整理到位上去的话，下一次这个位置能不能挑战是一个观点。当然，我个人可能还是看这个18000到底能不能大涨。其实参考 MACD 指标，它历史上的几个月线，当时是怎么走出来的？比如说现在的一个 MACD， 以前也是有跟大家讲过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根哦。月线是很少看到月线的 MACD 超过20根或者是30根的 MACD。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比如说14年到15年的比特币一个历史的底部啊，当时 MACD 是放了接近几根，我们可以拉一个时间去观察，这边是放了15根左右啊。没有超过20个，那以至于它的一个低点的位置，我们也可以观察一下，从这一个放红 K 的 MACD， 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、5个、6个、7个、8个、9个、10个、11、12、13，大致是在这一根啊，13根左右，它后面是建了一个历史的最低点，最终在这个位置整理到位以后，一根突破。后面是这样子突破了这整个区间，类似这边也是一个破底再翻平台，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不是有一个整理的平台，就类似前面感觉行情都要上去了，但是最终在可能也是黑天鹅事件啊，破了一个低点，然后再翻上去，而且它单月线的 K 线我们也可以观察一下，是留了一个很长的下影线，所以我们这次观察一下，其实我感觉是非常的像，从月线里面来看。指标在非常低档的位置，在20下方，就是一个超卖区。然后 MACD 它是在第13根，所以现在 MACD 我的观点是这样子啊，它已经是在第11根，不排除这1个月看能不能收下影线。如果是确定能收下影线，能不能走一个破底方，就类似以太坊现在的一个行情，其实它就是收下影线啊。从日线来看的话，我们也可以观察一下以太坊。它已经是破底方非常的明显啊。那你既然如果是行情要确定走弱的情况下，像这种矩形跌破，应该是确定要往下继续跌啊，不应该出这么大的一根，就是直接把前面这根 K 线全部给包掉。那现在是再一次确认这个平台又收了上来，所以未来一段时间我们尽量就观察这一个以太坊。短期看是不是需要震荡，因为如果继续挑战的话，上面还是有一些压力啊。如果你把均线加上去，就是这一个5天的成本、10天的成本还是压在这个头上，有没有可能在这个位置还是继续震荡？当然，它能不能跌下去，其实这一根 K 线的一半就是昨天的下影线，它也是在守。另外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美元指数啊，昨天它是又跌了 1.4， 现在是美元指数已经把60天的整个区间全部都给跌破，因为60天前的成本，美元指数现在是在这个位置。你如果画一条直线过去观察，60天的成本全部都给跌破。那未来一段时间，它60天的成本会全部都在高位，只要它回不到这个上方那一个60的均线，它就会往下掉头。所以现在美元的整个趋势，它是有一个中线的一个向下的一个趋势。比特币我的观点是，以太坊已经是很明显啊，它就是破底方。那比特币我的观点有可能就是会重新翻到18000的平台上方。未来反正尽量给我看涨吧。最后还是一样，可以对我们留图啊。